苏婉，你明天就搬出去吧。新婚夜，我还穿着白纱。婆婆李秀花就推开房门，冷冷地丢下这句话。我正在卸妆，听到这话手一抖，口红掉在地上。妈，您说什么？你听得很清楚。李秀花双手抱胸，这房子是我儿子的，你一个外人住着不合适。我转过身，看着这个刚刚在婚礼上还笑容满面的婆婆。嘿，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、等咖啡，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，别着急划走。今天的一夜故事，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可是我们刚结婚，我是您儿媳妇。儿媳妇？李秀花冷笑，你以为领了证就能在我们家立足？做梦！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强装镇定，那我住哪里？租房子去。年轻人就该自力更生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李秀花打断我，我已经决定了，这套房子要留给小军。小军是我老公王建国的弟弟，刚大学毕业，连工作都还没找到。小军不是有自己的房间吗？他要结婚了，需要婚房。那我们呢？你们？李秀花眼中闪过一丝恶毒。建国可以住客房，你必须搬出去。我感觉血液都凝固了。新婚夜，婆婆要赶我出去。妈，这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过分。李秀花提高嗓门，我儿子养了你3年，你还要脸？我们只是谈恋爱，哪有什么养？啪！一个响亮的巴掌打在我脸上，我捂着脸，不敢置信地看着他。你敢顶嘴？李秀花指着我，我告诉你，在这个家里，我说了算。正在这时，王建国推门进来。妈，您怎么在这里？我在跟你媳妇说话。李秀花理直气壮。苏婉，你自己跟建国说，明天搬出去。王建国愣住了，搬出去？为什么？小军要结婚了，需要房子。可是妈，这是我们的婚房。你们的婚房？李秀花冷笑，这房子是我买的，我想给谁就给谁。王建国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他妈，最终低下头。建国，你说句话啊！我急了。苏婉，要不然我们……他支支吾吾，先搬出去住一段时间。我心彻底凉了。新婚夜，老公竟然向着婆婆，要我搬出去。好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我搬。李秀花满意的点头，这还差不多。但是，我看着他，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知道魏石魔。什么魏石魔？魏石魔，你这魔偏心小叔子。李秀花脸色一变，你什么意思？从我进门第1天起，你就各种针对我。小叔子要什么给什么，我连一杯水都要自己倒。小叔子的大学学费是我老公出的，小叔子的生活费也是我老公给的，现在连婚房都要抢。王建国拉了拉我的袖子，苏婉，别说了。不，我甩开他的手，我要说。李秀花的脸已经铁青，你一个外人，有什么资格管我们家的事？我是外人。我冷笑，那行，既然是外人，我也没必要在这里受气。我开始收拾东西。苏婉，你要去哪里？王建国有些慌了。关你什么事？我头也不回，反正我是外人。你别胡闹。胡闹？我转过身。新婚夜被赶出家门，到底是谁在胡闹？李秀花在旁边冷冷地看着，做戏给谁看？有本事你就别回来。放心，我拎起行李箱，我苏婉说到做到。走到门口，我停下来。对了，忘记告诉你们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爸的公司正在找合作伙伴，本来想推荐建国的公司，
现在看来，我摇摇头，拖着行李箱离开了。身后传来王建国的声音：苏婉，你等等。我没有回头。电梯门合上的那一刻，我看到李秀花的脸色变得煞白，她似乎意识到什么，但已经太晚了。走出社区，我拿出手机，拨通了一个号码。喂，张秘书，是我。苏小姐，您有什么吩咐？明天取消和王建国公司的合作。好的，我马上办。挂断电话，我笑了。李秀花，你以为我真的是个好欺负的小媳妇？游戏才刚刚开始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住进了市中心的5星级酒店。刚洗完澡，手机就响了。苏婉，你在哪里？王建国的声音很急。关你什么事？我一边涂护肤品，一边冷淡地回答。你快回来，我妈说昨天话说重了，让你回来住。哦，我挑眉，那么快就改口了？苏婉，你别任性了，夫妻哪有隔夜仇？夫妻？王建国，你搞清楚。我声音冰冷，是你妈让我滚出去的，不是我要走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已经说她了。说她？我冷笑。你昨天不是还帮她说话吗？王建国支支吾吾。我不是故意的。王建国，你听好了。我走到落地窗前，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。我不会回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受虐倾向。苏婉，你这样让我很难做。难做？我转过身。那你昨天为什么不觉得我难做？算了，我不想听你解释。苏婉，你听我说。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刚挂断，门铃响了。我透过猫眼看了看，是酒店的服务员。苏小姐，有人送花给您，一大束玫瑰花，还有一张卡片。亲爱的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建国，我直接把花扔进垃圾桶，然后拿出手机，给我最好的朋友林小雨打电话。喂，小雨。苏婉，你怎么了？声音听起来不太对。我昨天被赶出家门了。什么？林小雨的声音瞬间提高8度。谁敢赶你？我婆婆。李秀花。她疯了吗？我把昨天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林小雨。我靠！林小雨骂道。这个老女人太过分了，新婚夜就赶人。是啊，我也没想到她能这么狠。还有王建国。林小雨更生气了。他怎么能这样对你？男人嘛，永远是妈宝男。苏婉，你要不要我去收拾他们？不用。我笑了。我有更好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忘了我是谁了？林小雨愣了一下，然后哈哈大笑。对哦，你可是苏家的千金小姐。嘘，小声点。这么说，你要亮身份了？时候到了。哈哈，我就等着看好戏了。挂断电话，我开始换衣服。今天要去公司，作为苏氏集团董事长的女儿，我确实该露面了。刚换好衣服，手机又响了。这次是个陌生号码。喂，苏婉，你好，我是王小军。王小军？王建国的弟弟。有事吗？嫂子，我听说昨天我妈和你有点误会。误会？我冷笑。你妈让我滚出去，这叫误会？嫂子，你别生气，我妈她就是心急了。心急什么？我女朋友怀孕了，需要结婚。我愣住了。什么？我女朋友怀孕3个月了，家里人催得紧，所以我妈才……所以你妈就要把我赶出去？嫂子，你别这么说，我妈也是没办法。没办法？我气得发抖。你们有困难可以商量啊，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？商量？
王小军的声音突然变得理直气壮。嫂子，你和我哥都结婚了，还要房子干什么？我们刚结婚，结婚又怎么样？我需要结婚啊！我彻底无语了，这一家子都是什么逻辑？王小军，你听好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房子的事情，你们自己解决。嫂子，你不能这么绝情啊！我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人。我冷笑，你妈昨天说我是外人，那是我妈一时气话，一时气话。我打断她，那一巴掌也是一时气话。嫂子，你别小题大做，小题大做。我彻底怒了。王小军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苏婉没有义务给你们当牛做马。你，还有，以后别叫我嫂子，我配不上。我挂断电话，气得浑身发抖。这一家子简直是奇葩。刚平复了一下情绪，王建国又打来了。苏婉，小军刚才给你打电话了。是啊，你弟弟可真是个人才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他女朋友怀孕了，要结婚，所以我必须让出房子。什么？怀孕了？王建国也愣住了。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啊。那你妈知道吗？王建国沉默了一会。应该知道。所以，你妈早就计划好了。苏婉，你别多想，多想。我冷笑。王建国，你们一家子真是让我长见识了。苏婉，你听我解释。不用解释。我走到镜子前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我想明白了。想明白什么？想明白为什么你妈这么讨厌我。为什么？因为她觉得我配不上你们王家。苏婉，你别胡说。胡说。我整理了一下头发。那好，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配不上。挂断电话，我拿起包包走出房间。是时候去公司了。作为苏氏集团的继承人，我确实该正式亮相了。王建国，还有你的好妈妈，你们等着瞧吧。苏氏集团大厦48层，我站在董事长办公室门口，深吸一口气。苏小姐，您来了。张秘书迎上来。董事长在等您。推开门，我看到了坐在办公桌后的男人。爸，小婉。苏振华放下档，怎么突然想来公司了？有些事情需要处理。什么事？我在他对面坐下。我要离婚。苏振华愣了一下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把昨天的事情告诉了他。听完后，苏振华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他们知道你的身份吗？不知道。那就好。苏振华站起来。既然他们不知道，那就让他们好好体验一下什么叫后果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你有什么计划？先断掉他们的经济来源。王建国在哪里上班？腾达贸易公司。苏振华拿起内线电话。张秘书，进来一下。张秘书很快走进来。查一下腾达贸易公司的背景。是。10分钟后，张秘书拿着资料回来了。董事长，腾达贸易公司的老板是刘腾达，主要做进出口贸易。他们和我们有合作吗？没有直接合作，但是他们的大客户恒远集团是我们的合作伙伴。给恒远集团的李总打个电话。是。很快，电话接通了。李总，我是苏振华。苏总，您好，有个小事想请您帮忙。您说。腾达贸易公司，你们能停止和他们的合作吗？腾达贸易，李总想了想，可以，他们本来就不是很重要的供应商。谢谢李总。不用客气。苏总。挂断电话。苏振华看着我，这样够吗？还不够。我笑了。我还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求而不得。你想怎么做？王小军不是要结婚吗？我让他结不成。他女朋友是谁？我去查查。
我拿出手机，给林小雨打电话。小雨，帮我查个人。查谁？王小军的女朋友。好，我马上去查。林小雨在媒体公司工作。消息灵通。半小时后，他回电话了。苏婉，查到了。说，王小军的女朋友叫赵美美，在一家美容院工作。美容院？而且，林小雨的声音有些奇怪，她好像不止一个男朋友。什么意思？我打听了一下，这个赵美美在外面的名声不太好，同时和好几个男人有来往，包括王小军。对，王小军只是其中一个。我眉头一皱，她真的怀孕了？这个不太清楚。但是什么？但是据我了解，她最近经常和一个开宾士的男人在一起。开宾士？对，那个男人好像是个小老板，比王小军有钱多了。我明白了。小雨，你能帮我约他见面吗？可以，但是你要干实模。我要让他知道，选择王小军是个错误。哈哈，我就喜欢你这样。约在哪里？就明天下午，金茂大厦楼下的咖啡厅。好，挂断电话，我转向苏振华。爸，明天我需要一辆车。什么车？最贵的那辆。苏振华笑了，劳斯莱斯。就它了。小婉，你变了。变什么了？变得像我了。苏振华眼中闪过一丝欣慰。以前你太善良了，现在终于有点伤人的样子。都是被逼的。被逼？苏振华摇头。这不是被逼，这是成长。成长？对，你以前总是想着用真心换真心，现在终于明白了，有些人不值得。我沉默了一会。爸，你说我这样做是不是太狠了？狠。苏振华站起来，走到落地窗前。小婉，你知道我这些年为石磨能把公司做到这么大吗？为石磨，因为我从来不对敌人心慈手软。可是他们不是敌人。不是敌人。苏振华转过身。他们把你当敌人了。什么意思？你想想，如果你真的是个普通女孩，昨天的事情发生后，你会怎么样？我想了想，如果我真的没有背景，没有钱，被这样对待后，确实会很惨。我明白了。明白就好。苏振华走回办公桌。记住，商场如战场，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我知道了。那就去吧，让他们好好体验一下什么叫现实。我站起来，准备离开。小婉，什么？如果你改变主意，不想离婚了，我也支持你。我笑了。爸，有些事情一旦发生了，就回不去了。我理解。走出董事长办公室，我感觉整个人都不一样了。以前的苏婉太天真了，以为嫁给爱情就能拥有幸福。现在的苏婉明白了，有些幸福需要自己去争取。手机响了，是王建国。苏婉，你在哪里？你管我在哪里？苏婉，你回来吧。我和我妈说了，她同意你住在家里。同意？我冷笑。王建国，你觉得我需要他同意吗？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我只是觉得我们不合适。苏婉，你别闹了。闹？我走进电梯。王建国，明天你就知道什么叫闹了。你要干石磨，你很快就知道了。挂断电话，我看着电梯里的镜子，镜子里的女人眼神坚定，不再是昨天那个委屈的小媳妇。王建国、李秀花，还有王小军，你们等着吧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第二天下午，金茂大厦楼下的咖啡厅，我提前到了，选了个靠窗的位置。3点整，一个穿着紧身裙的女孩走进来，
请问您是苏婉小姐吗？是的。你是赵美美？对对对。赵美美坐下。苏小姐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仔细打量着她，20出头，长得还算漂亮，但是眼神里透着一股精明。听说你要和王小军结婚了？是的。赵美美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。您是？我是王小军的嫂子。嫂子？赵美美眼睛一亮。您是王建国的妻子？对。那真是太好了。赵美美激动地握住我的手。小军经常提到您，说您人特别好。是吗？我笑了。他都说我什么了？他说您很善良，很好说话，还说您家里条件不错。条件不错？对啊。他说您老公在大公司上班，您自己也有工作，还说您家有房有车。我明白了。王小军在外面吹牛，说我们家条件好。赵美美，你真的怀孕了？怀孕？赵美美愣了一下。您怎么知道？小军告诉我的。啊。赵美美的脸色有些不自然。是的。怀孕了。几个月了？3个月。去医院检查了吗？检查了。检查了。我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。这是什么？给你的。赵美美打开信封，里面是一沓钞票。这是10万块钱。10万？赵美美眼睛都直了。苏小姐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想请你帮个忙。什么忙？离开王小军。什么？赵美美愣住了。这10万块钱，你拿去做什么都可以，但是不能和王小军结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配不上你。配不上我？对。我喝了一口咖啡。你看看你，年轻漂亮，前途无量，为什么要和一个没工作的小子绑定？可是我怀孕了。怀孕了可以打掉啊。赵美美犹豫了。赵美美，我知道你是个聪明女孩。我靠近她。你想想，跟着王小军有什么前途？他说他家里条件不错。不错？我冷笑。他家连房子都没有。没有房子？对。他现在住在我们家里，还要抢我们的房子。抢您的房子？我婆婆要把我们赶出去，把房子给他。赵美美的脸色变了。那您怎么办？我笑了。我有的是地方住。您有其他房子？不止一套。赵美美沉默了。赵美美，你是个明白人。我继续说，王小军家里什么情况，你心里清楚。而且我拿出手机，我还知道一些其他的事情。什么事情？比如说，你和那个开宾室的男人。赵美美的脸瞬间白了。您知道？我什么都知道。苏小姐，您别误会，我和他，我没有误会。我打断他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选择很重要。选择？对，选择王小军，你得到的是一个穷光蛋，一个没出息的男人。那我应该怎么办？很简单，我推了推面前的信封，拿着这10万块钱，去找那个开宾室的男人。可是万一他不要我呢？那就找下一个。我站起来，以你的条件，找个有钱男人不难。可是小军那边，你就说孩子不是他的。不是他的？对，本来也不是他的，对吧？赵美美低下头，不说话了。赵美美，我给你1天时间考虑。我拿起包包，明天这个时候，你给我答案。如果我不答应呢？不答应。我笑了。那我就把你的事情告诉那个开宾室的男人。您这是威胁我？不是威胁，是合作。我走到他面前，我们各取所需。各取所需？对，你得到钱，我得到安静。安静？
王小军不结婚，我婆婆就不会再闹了。赵美美明白了。苏小姐，您真的很厉害，谢谢夸奖。那我考虑考虑。好，明天等你答案。我走出咖啡厅，拿出手机给林小雨打电话。小雨，搞定了，这么快，10万块钱，她心动了。哈哈，我就知道那种女人经不起诱惑。明天她就会和王小军分手，那王小军怎么办？凉拌，你真够狠的。还不够。我上了车，今天只是开胃菜，主菜是什么？明天你就知道了。回到酒店，我接到了王建国的电话。苏婉，你今天去哪里了？出去逛街。逛街？有问题吗？没有，我只是想说，我妈今天态度好多了，她说让你回来。哦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不回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受气。苏婉，你不能这样。王建国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弟弟的女朋友，你见过吗？见过啊。怎么了？你觉得她怎么样？还行吧，挺漂亮的。只是漂亮。还挺聪明的。聪明？我冷笑。你们男人的聪明，就是会哄人吧？苏婉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我只是觉得你弟弟的眼光不怎么样。你见过美美？见过。你们聊什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随便聊聊。苏婉，你别乱来啊。乱来？我笑了。我能乱来什么？我是说，你别干涉小军的感情生活。我干涉？我气笑了。王建国，是你们一家子在干涉我的生活好吗？算了，我不想和你争论。苏婉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要离婚。离婚？王建国的声音提高了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没有开玩笑。苏婉，你冷静一点。我很冷静。那你为什么要离婚？因为我看清了你们一家子的真面目。什么真面目？自私、贪婪、不讲道理。苏婉，你别说的这么难听。难听？我站起来。王建国，你知道昨天我有多难受吗？我知道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我的声音有些颤抖。新婚夜被赶出家门，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？苏婉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彻底爆发了。你只知道当妈宝男。我不是妈宝男。不是。我冷笑。那你昨天为什么不保护我？算了，我不想再说了。苏婉，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会改的。改？我擦了擦眼泪。王建国，有些事情是改不了的。什么改不了？人品。挂断电话，我坐在窗边，看着楼下的夜景。明天，一切都会结束。王建国，你们一家子等着吧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。苏婉，苏婉，是王建国的声音。我看了看时间，才早上7点。开门看到王建国满脸焦急，身后还跟着李秀花。你们怎么来了？苏婉，你必须跟我们回去。李秀花冲进房间。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？我干了什么？你去找美美了。王建国指着我。你给了她10万块钱。所以呢？所以，李秀花气得发抖。她分手了。她和小军分手了。哦，我淡定地倒了杯水。那挺好的。好。王建国不敢置信。苏婉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我知道啊。我坐下。我在帮你们家避免一场灾难。什么灾难？娶一个不爱你弟弟的女人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赵美美根本不爱王小军。你胡说。李秀花冲过来。
她怀孕了。怀孕？我冷笑。你确定那是王小军的孩子？当然是。那你让她去医院做个 DNA 检测。什么？如果真的是王小军的孩子，我给你们100万。李秀花和王建国对视了一眼。如果不是呢？王建国问。如果不是，你们给我道歉。道歉？李秀花冷笑。凭什么？凭你们诬陷我。我们什么时候诬陷你了？昨天你说我是外人，今天你说我破坏你们家庭和睦。你本来就是外人，是吗？我站起来。那好，既然是外人，我们就离婚吧。离婚？王建国慌了。苏婉，你不要冲动。冲动？我拿出手机，我已经联系了律师。律师？对，专门打离婚官司的律师。苏婉，你别闹了。闹？我看着他。王建国，你觉得我是在闹吗？这时，房门被敲响了。苏小姐，我是您的律师陈明。我开门，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走进来。陈律师，这就是我跟您说的那2个人。您好，我是陈明律师。陈律师递出名片。我受苏小姐委托，处理她的离婚案。离婚案？王建国接过名片。真的要离婚？是的。陈律师打开公事包。这是离婚协议书，请您过目。王建国接过协议书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苏婉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坐回沙发。离婚啊？魏石模财产分割这一栏是空的，因为我们没有共同财产。房子呢？什么房子？我们住的房子。那是你妈的房子，不是我们的。李秀花突然开口。苏婉，你别以为这样就能得到房子。得到房子？我笑了。李阿姨，你误会了。误会什么？我不要你们的房子。不要？对，我有自己的房子。你有房子？王建国愣住了。不止一套。什么意思？我没有回答，而是对陈律师说，把那些档给他们看看。陈律师拿出几份档。这是苏小姐名下的房产证明。王建国接过档，翻了几页，脸色变得煞白。这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你有这么多房子？不多，就10几套。10几套？李秀花也看傻了。这些房子都是你的？对。那你魏石模？魏石模什么？魏石模要和我儿子结婚，因为我爱他。我看着王建国。以前爱？以前？对，以前爱，现在不爱了。魏石模？因为我看清了你们一家子的真面目。苏婉，你听我解释。王建国放下档。我不知道你有这么多房子。所以呢？所以如果我知道，我就不会。不会什么？不会让你搬出去。哦。我点点头。所以你们的态度是看我有没有钱决定的？不是的。那是什么？王建国说不出话来。王建国，你听好了。我站起来。我要的不是你们的房子，也不是你们的钱。那你要什么？我要的是尊重。尊重？对，最基本的尊重。我们尊重你啊。尊重？我冷笑。新婚夜把我赶出去，这叫尊重？那是误会。误会？我指着李秀花。她打我一巴掌。这也是误会。李秀花支支吾吾。还有，我继续说，你弟弟给我打电话，理直气壮地说我应该让出房子，这也是误会。小军不懂事。不懂事？我冷笑。他20多岁了，不懂事？苏婉，你给我们一个机会。机会？我摇头。没有机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伤害了我的自尊心。自尊心？对，
我可以没有钱，可以没有房子，但是我不能没有自尊心。苏婉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知道错了。我看着他，那你告诉我，你错在哪里？我错在……王建国说不出来，你连自己错在哪里都不知道，怎么改？那你告诉我，我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？很简单，我走到他面前，时光倒流，重新开始。什么？让时间回到新婚夜，让你重新选择。我会选择保护你，会吗？我摇头。王建国，你不会的。我会的。不，你不会。我转身面对陈律师。陈律师，协议书他们看完了吗？看完了。那就签字吧。苏婉，你别这样。王建国抓住我的手，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重新开始。我甩开他的手。王建国，有些事情一旦发生了，就回不去了。什么事情？背叛。我什么时候背叛你了？新婚夜，你选择了你妈，这就是背叛。王建国，如果你真的爱我，你会保护我，而不是让我受委屈。我以后会保护你的。以后？我冷笑，没有以后了。苏婉，求求你，求我。我看着他，你现在知道求我了。我知道错了，晚了。我拿起笔，在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王建国，签字吧。我不签，不签。我笑了。那我就起诉离婚。起诉？对，起诉。我对陈律师说。陈律师，准备起诉材料。好的。等等。李秀花突然开口。苏婉，你别太过分了。过分？我看着他，我怎么过分了？你有钱了不起啊？对，了不起。李阿姨，你听好了。我走到她面前，钱虽然不是万能的，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你这是在炫富。炫富？我笑了。我只是在告诉你们，我不需要你们的施舍。什么施舍？让我住在你们家？这不是施舍是什么？那是我们的好意。好意？我冷笑。李阿姨，你的好意我承受不起。王建国，最后一次机会。我看着他，签字。我不签也行。我拿起包包，我等着法院传票。苏婉，你真的要这样绝情吗？绝情？我停下脚步。王建国，什么叫绝情？你现在这样，我现在这样。我转过身。你知道新婚夜我有多绝望吗？你不知道。我摇头。你永远不会知道。苏婉，王建国，记住我这句话。我看着他，有些伤害，一辈子都愈合不了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房间。身后传来李秀花的声音：苏婉，你别以为有钱就了不起。我停下脚步，回头看着他。李阿姨，你说的对。什么？有钱确实了不起。但是，我笑了。更了不起的是，我终于看清了你们一家子的真面目。这次，我真的走了。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看到王建国冲了出来，但是，已经太晚了。有些事情，错过了就是错过了。就像我们的婚姻。走出酒店，我上了等在外面的劳斯莱斯。苏小姐，去哪里？司机问。公司。是。车子启动的瞬间，我的手机响了。小婉，怎么样？是我爸的声音。搞定了，他们签字了。王建国默签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会起诉离婚。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，陈律师会处理。那就好。苏振华停顿了一下。小婉，
你不会后悔吗？后悔。我看着窗外。爸，你觉得我应该后悔吗？我不知道，这是你的选择。那我告诉你，我不后悔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终于为自己活了一次。为自己活。对，以前我总是想着怎么做一个好妻子、好儿媳，但是我忘了怎么做自己。现在明白了，现在明白了，那就好。挂断电话，我靠在座椅上，闭上眼睛。这几天发生的事情，就像一场梦，但是这场梦让我成长了。到了公司，张秘书迎了上来。苏小姐，您来了。我爸在吗？在的，他在等您。走进董事长办公室，苏振华正在看档。爸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为什么当初同意我嫁给王建国？苏振华放下档，看着我。因为我想让你体验一下普通人的生活。普通人的生活。对，我怕你从小在富裕家庭长大，不知道人心险恶，所以你故意不告诉他们我的身份。对，那你为什么不阻止我？因为我想让你自己选择。选择什么？选择要什么样的人生？我沉默了。爸，你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天。预料到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提醒我？因为有些事情必须自己经历才能明白。明白什么？明白什么叫真正的爱情。真正的爱情。对，真正的爱情应该是相互尊重，相互保护，而不是一味的忍让。那你觉得王建国爱我吗？他爱的是你这个人，还是爱的是他以为的你？我想了想，好像明白了。他爱的是他以为的我。对，一个温顺听话的妻子，一个不会反抗的儿媳妇。那真正的我呢？真正的你，是骄傲的，是有自己想法的，是不会被人随意欺负的。所以，这几天我的表现，才是真正的我。对，苏振华笑了。我终于看到了我女儿的真面目。真面目。强势，聪明，不服输。这样的我，你喜欢吗？当然喜欢。这才是我苏振华的女儿。我也笑了。爸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谢你让我成长。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正说着，张秘书敲门进来。董事长，王建国在外面，说要见您。王建国。我皱眉，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应该是查到了。苏振华想了想，让他进来吧。是。很快，王建国走了进来，看到坐在董事长位置上的苏振华，他愣住了。您是？我是苏振华。苏振华。王建国的脸色变了。苏氏集团的董事长。对，那苏婉她是我女儿。女儿？王建国差点站不稳。苏婉是您的女儿？有问题吗？没有，没有问题。王建国看向我。苏婉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什么？告诉我你的身份。我的身份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。为什么重要？因为……王建国说不出话来。因为什么？我站起来。因为如果你早知道我的身份，就不会让我受委屈。是的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女孩，就活该被你们欺负。不是的。那是什么？王建国支支吾吾。王建国，你听好了。我走到他面前。我要的不是因为我有钱有势而得到的尊重，我要的是因为我是你妻子而得到的尊重。你做到了吗？你没有。我摇头。所以，我们之间结束了。苏婉，你给我一个机会。机会？我冷笑。如果我真的只是一个普通女孩，你会给我机会吗？我会的。
不，你不会。我转身面对苏振华。爸，送客，等等。王建国突然开口。苏婉，我有话要说。说，我知道我做错了，但是我是真的爱你。爱我？对，我爱你。那你为什么不保护我？我当时糊涂了。糊涂？我笑了。王建国，爱一个人会糊涂吗？会的。不会。我摇头。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，是不会糊涂的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根本不爱我。不是的。那是什么？我习惯了听我妈的话。习惯？我冷笑。习惯就可以伤害妻子吗？不是的。王建国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如果时光倒流，让你重新选择，你会选择保护我，还是选择听你妈的话？我会选择保护你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好。我走到办公桌前，拿起电话。我给你一个机会证明。什么机会？我现在打电话给你妈，告诉她我们和好了，看看她会说什么。你怕了？我没有怕。那就让我打。我拨通了李秀花的电话。喂，李阿姨，是我。苏婉，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？我想告诉您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我和建国和好了。和好了？对，我们决定不离婚了。那你们住哪里？当然是住家里了。住家里？李秀花的声音提高了。苏婉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家没有你的位置，没有我的位置。对，你要么搬出去，要么离婚，没有第三个选择。可是我和建国已经和好了。和好了也不行。李秀花的声音变得尖锐。我不承认你这个儿媳妇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太过分了。我过分？对，你破坏小军的婚姻，你还想住我们家，你不过分吗？那如果我不住呢？不住也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看你不顺眼。看我不顺眼？对，你们离婚吧。我儿子不要你这样的女人。我看了看王建国，他的脸色已经变得很难看。好的，李阿姨，我知道了。挂断电话，我看着王建国。你都听到了？听到了。现在你还想跟我说什么？苏婉，我妈她什么？她不代表我的意思。不代表。我冷笑。那你的意思是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回家。我保护你。保护我？对，我不会再让我妈欺负你。王建国，你觉得这可能吗？可能的。不可能。我摇头。你妈不接受我，你永远不可能保护我。我可以搬出去。搬出去？对，我们搬出去住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重新开始。重新开始。我笑了。王建国，你觉得我们还能重新开始吗？能的。不能。我转身面对苏振华。爸，送客。苏婉，求求你。王建国，你走吧。我不走。不走。我拿起电话。那我叫保安了。你，3秒钟。你自己走，还是我叫保安？3。苏婉。2。我走。王建国终于转身离开了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突然觉得很累。小婉，你还好吗？苏振华问。还好。真的不后悔？不后悔。那就好。爸，我想休息一下。好，你去休息吧。我走向门口，突然想到什么。爸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觉得我以后还会找到真正的爱情吗？会的。为什么这么肯定？因为现在的你，值得最好的爱情。最好的爱情？对，
那种不管你有钱没钱，都会爱你保护你的爱情。我笑了，谢谢你，爸。不用谢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走出办公室，我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。是的，现在的我，值得最好的爱情。王建国，再见。这一次，真的再见了。3个月后，法院判决书下来了，我和王建国正式离婚。那天，我在法院门口遇到了他。苏婉，王建国，你过得好吗？很好，那就好。我们相对无言。苏婉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恨我吗？恨。我想了想，不恨，不恨。对，不恨。为什么？因为恨一个人很累。那你？我只是觉得可惜。可惜什么？可惜我们曾经那么相爱。我现在也爱你。我知道。那为什么？因为爱得太晚了。什么意思？我需要的时候，你没有爱我。王建国，有些事情错过了就是错过了。苏婉，我们还能做朋友吗？朋友？我笑了。我们做过朋友吗？做过啊，在我们恋爱之前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我们是陌生人。陌生人？对，最熟悉的陌生人。苏婉，王建国，祝你幸福。你也是。我转身准备离开。苏婉，还有事吗？我想告诉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妈，她后悔了。后悔了？对，自从知道你的身份后，她就后悔了。哦，她让我问你，能不能原谅她？原谅？我笑了。王建国，有些伤害是不能原谅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本性。本性？对，你妈的本性就是势利眼。苏婉，你别这么说我妈。我说错了吗？没有，但是她真的后悔了。后悔什么？后悔没有善待你。她后悔的是没有善待我，还是后悔错过了一个有钱的儿媳妇？王建国，你心里清楚。所以，不要再说原谅的话了。那小军呢？小军怎么了？他和赵美美分手后，一直很消沉。那不关我事。苏婉，你不觉得你做得太绝了吗？绝？我回头看着他。王建国，什么叫绝？你给赵美美钱让她分手，我只是给了她一个选择。选择？对，选择一个更好的未来。可是小军怎么了？他很痛苦。痛苦？我冷笑。他知道痛苦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当他理直气壮地要抢我的房子时，他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那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他是我弟弟，所以弟弟就可以欺负嫂子？不是的。那是什么？王建国说不出话来。王建国，你们一家子都是一样的。一样什么？自私。我们不是自私。不是自私是什么？我们是为了家庭和睦。家庭和睦？我笑了。牺牲我一个人的幸福，换来你们的家庭和睦。这就是自私。苏婉，我没想到你会这么想。我怎么想不重要。重要的。王建国激动地说，我在乎你的想法。在乎？对，我在乎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在乎？王建国，有些事情过了就是过了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我们的故事结束了。结束了？对，彻底结束了。那你以后会怎么样？我会过得很好。会结婚吗？会的。和谁？和一个真正爱我的人。什么是真正的爱？会保护我，会尊重我，
会把我当做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。我也可以，你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错过了机会。苏婉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知道错了就有用吗？王建国，如果道歉有用，还要远景干石磨。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有些错误是不能原谅的。什么错误？背叛。我什么时候背叛你了？新婚夜。新婚夜。对，那一晚你选择了你妈，而不是我。那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从小就害怕我妈。害怕就可以伤害妻子吗？不是的。那是什么？我以为你会理解。理解？我冷笑。王建国，你知道理解的前提是什么吗？什么？爱。我爱你啊。你爱的是什么？我爱你这个人。不对。那是什么？你爱的是一个听话的妻子，一个不会给你添麻烦的妻子。而我不是那种人。我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知道你不会原谅我了。聪明。那我们什么都不是，连朋友都不是。连朋友都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再和你有任何关系。苏婉，你真的这么绝情吗？绝情？我最后看了他一眼。王建国，记住这句话。什么话？不是我绝情，是你不配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这一次，真的不会再回头了，因为前面有更好的路在等着我。王建国，再见。不，再也不见。离婚后的生活，比我想象的要轻松。我重新回到公司，开始学习管理。小婉，你真的决定接手公司了？苏振华问。是的。不后悔？不后悔。那就好。这时，张秘书敲门进来。董事长，外面有个叫李秀花的人要见您。李秀花？我皱眉。他来干石磨？不知道。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谈。让他进来吧。苏振华说。很快，李秀花走了进来。她看起来憔悴了很多，眼神也没有了以前的尖锐。苏董事长，苏小姐，李阿姨，你找我们有什么事？我想道歉。道歉？对，我想向苏小姐道歉。道歉就不必了。苏小姐，我知道我做错了。你做错了什么？我不应该那样对你。哪样？我不应该让你搬出去，不应该打你，不应该看不起我。是的。那你为什么要那样做？因为我以为你家里条件不好，所以就可以欺负我。不是的。那是什么？我是想考验你。考验我？我冷笑。李阿姨，你觉得我会相信吗？是真的。真的？对，我是想看看你是不是真的爱建国。那结果呢？结果？李秀花低下头。我错了。错了。对，我错了。错在哪里？错在我不应该用那种方式考验你。还有呢？还有，我不应该偏心小军。为什么偏心他？因为他是小的，我想多照顾他。多照顾？对。那我呢？你是大的，应该懂事。懂事就应该被欺负？不是的。那是什么？我没想到你会这么介意。介意？我站起来。李阿姨，你觉得有哪个女人不会介意？你来道歉，是因为后悔了，还是因为害怕了？什么？你是后悔失去了一个好儿媳妇，还是害怕我们报复你？我是真的后悔。后悔什么？后悔没有善待你，没有善待我，还是没有善待苏氏集团董事长的女儿？李秀花说不出话来。李阿姨，你心里清楚，
苏小姐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你能原谅我吗？原谅？对，原谅我。给我一个原谅你的理由。因为我们曾经是一家人。一家人？我冷笑。李阿姨，你忘了吗？忘了什么？你说我是外人，那是我一时气话。一时气话？对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不是故意的。对，那一巴掌也不是故意的。李阿姨，有些事情做了就是做了，可是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知道错了就有用吗？如果我真的只是一个普通女孩，你会来道歉吗？你不会。不是的。那是什么？我真的后悔了。后悔的是什么？后悔伤害了你。不对。那是什么？你后悔的是得罪了苏氏集团。李阿姨，你不用解释了。苏小姐，我求求你。求我什么？求你原谅我。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伤害了我的自尊心。自尊心？对，这是不能原谅的。那我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？没有办法。一定要有办法的。没有。我坐回椅子。李阿姨，你可以走了。苏小姐，我求求你。张秘书，送客。是。李秀花被带走了，但是她在门口停了下来。苏小姐，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和建国真的不可能了吗？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爱我。他爱你的。不，他不爱。他爱的是他以为的我，不是真正的我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我们根本不合适。那你们以前为什么会在一起？因为我们都搞错了。搞错了什么？搞错了什么叫爱情。那什么叫爱情？爱情就是，即使全世界都反对，他也会保护我。建国会保护你的。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更爱他的妈妈。那不是爱，那是习惯。习惯？对，习惯听妈妈的话。那他可以改的。改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苏小姐，我求求你给他一个机会。机会已经给过了。什么时候？新婚夜。那只是一次。一次就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，是不会犹豫的。可是人都有犯错的时候。李阿姨，你听好了。我看着他，有些错误，犯了就是犯了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我不会再给王建国机会了。那小军呢？小军怎么了？他现在很痛苦，天天喝酒。那不关我事，是你破坏了他的婚姻。我破坏了他的婚姻？我冷笑。李阿姨，你搞清楚。什么？是我救了他。救了他？对，我救了他不被一个不爱他的女人欺骗。可是美美怀孕了。怀孕了？对。那孩子是他的吗？李秀花说不出话来。李阿姨，你心里清楚。所以，不要再说我破坏了他的婚姻。那他现在怎么办？那是他自己的问题。苏小姐，你不能这么绝情。绝情？我站起来。李阿姨，什么叫绝情？你这样就是绝情。那我问你，当你们要把我赶出家门的时候，你们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你们没有。我们当时是太着急了。着急就可以伤害人吗？不是的。那是什么？我们以为你会理解。理解？对。凭什么？因为你是嫂子。嫂子就应该被欺负。不是的。那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对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那我告诉你。什么？因为你们从来没有把我当作家人。我们有的。
没有。有的，李阿姨，家人会这样对待家人吗？你们把我当作外人，现在又想让我原谅你们，可能吗？不可能。那我们怎么办？那不是我的问题。苏小姐，我求求你，求我没用。那什么有用？时光倒流。什么意思？让时间回到新婚夜，让你们重新选择。我们会选择善待你的。会吗？会的。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的本性就是那样。我们可以改的。改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根本不认为自己错了。我们认为错了。不，你们认为错的是得罪了苏氏集团，不是伤害了我。李阿姨，你可以走了。苏小姐，走吧，不要再来了。张秘书，送客。这次，李秀花真的走了。看着她离开的背影，我没有一点胜利的感觉，因为这不是胜利，这是解脱。小婉，你不后悔吗？苏振华问。不后悔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终于为自己活了。为自己活。对，以前我总是想着怎么做一个好妻子、好儿媳，但是我忘了怎么做自己。现在明白了。现在明白了。那就好。爸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觉得我做的对吗？对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些人不值得原谅。不值得原谅。对。如果原谅了他们，他们就不会知道错误的代价。那我会不会太狠了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很仁慈了。仁慈？对。你没有报复他们，只是拒绝原谅。那他们以后怎么办？那是他们的问题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苏振华走到我面前。小婉，记住一句话。什么话？自作自受。自作自受。对，他们现在的处境，是他们自己造成的。我明白了。那就好。爸，我想工作了。好，我教你。谢谢你。不用谢，这是你应得的。从那天起，我正式开始了新的生活，一个属于苏婉的生活，一个不再委屈自己的生活，一个为自己而活的生活。2年后，我已经完全接手了公司的业务。在一次商业酒会上，我遇到了一个人。您好，我是陈浩。您好，我是苏婉，苏氏集团的苏总。是的，久仰大名，您过奖了。我听说苏总很年轻，没想到这么年轻。陈总也很年轻。哈哈，我比您大几岁。您从事什么行业？科技行业，主要做人工智能，很有前途的行业。是的，我们想和苏氏集团合作。合作？对，我们的技术，您的资金和管道，听起来不错。那我们找个时间详谈。好的，我们交换了名片。苏总，我能请您跳个舞吗？当然，在舞池里。我们聊了很多。苏总，你结婚了吗？离婚了。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关系，已经过去了。那现在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还没遇到合适的。什么是合适的？会保护我，会尊重我，会把我当做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。听起来很不错。您呢？我也单身。为什么？忙着工作。工作很重要吗？对我来说，以前很重要。以前？对。现在我觉得有些事情比工作更重要。什么事情？找一个对的人。什么是对的人？能够相互理解、相互支持的人。听起来也不错。苏总，我能追求你吗？追求我？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你很特别。特别在哪里？独立、
聪明，有自己的想法，这些都是优点吗？当然，有些人不这么认为，那是他们的损失。损失？对，错过了一个这么好的女人。陈总，你很会说话，我说的是真话。是吗？是的。那我考虑考虑。好的，我等你的答案。舞曲结束了，我们回到座位。苏总，今天很开心。我也是。那我们的合作？合作是合作，私人是私人。我明白。那就好。苏总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，我有司机。那我送你到门口。好的。走到门口，他停了下来。苏总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什么问题？你的前夫是个什么样的人？魏石魔这么问，因为我想知道，什么样的男人会让你失望？失望？对，离婚总是因为失望。你说的对。那你能告诉我吗？他是个好人，但是不是一个好丈夫。魏石魔，因为他不懂得保护妻子。保护很重要吗？很重要。魏石魔，因为那是爱的体现。我明白了。明白什么？明白了什么叫爱。什么叫爱？爱就是保护。对。那我可以保护你吗？你为什么要保护我？因为我想爱你。陈浩，你不了解我，那我可以了解你吗？可以。谢谢你。不用谢。那我明天给你打电话。好的。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我突然觉得很温暖。也许，这就是新的开始。第二天，他真的打电话来了。苏总，早上好。早上好。今天有时间吗？有什么事吗？我想请你吃饭。吃饭？对，我知道一家很好的餐厅。好的，那我下午6点来接你。好，下午6点。他准时出现在公司楼下。苏总，你真漂亮。谢谢。不用谢，这是实话。陈浩，我想说点事。什么事？关于昨天的话题。什么话题？你说想追求我。是的，我想告诉你，我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很独立，很有主见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有些男人不喜欢这样的女人，我喜欢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的女人有意思。有意思？对，和你在一起不会无聊。那如果我们意见不一致呢？那就讨论。如果讨论不出结果呢？那就各自保留意见。你不会让我听你的。为什么要让你听我的？因为你是男人。男人又怎么样？有些男人觉得女人应该听男人的，那是他们错了。错了。对，爱情是平等的。平等？对，相互尊重的平等。你真的这么认为？当然。那如果我们家里有矛盾呢？什么矛盾？比如说，你妈妈不喜欢我，那是她的问题。你不会让我忍让吗？为什么要让你忍让？因为他是长辈。长辈就可以欺负人吗？不可以。那就对了。所以你会保护我？当然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的女人。女人？对，我的女人。那如果全世界都反对我们呢？那就让他们反对。你不怕吗？不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爱你。爱我？对，我爱你。可是我们才认识1天，有时候1秒钟就够了。够什么？够爱上一个人。陈浩，你不了解我的过去。我不在乎。不在乎？对，我在乎的是现在和未来。那如果我的过去很复杂呢？有多复杂？比如说，我的前夫家里人很讨厌我，那是他们的问题。你不会介意吗？为什么要介意？因为那说明我不是一个好媳妇。你是不是好媳妇？我不知道。
那你知道什么？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女人。怎么知道的？感觉。对，直觉。直觉会错吗？会，但是我愿意赌一把。赌什么？赌我们会幸福。如果输了呢？输了就认了。认了。对，愿赌服输。陈浩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想好了。那我们试试。试试。对，试试交往。好的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如果你发现我不适合你，可以随时离开。为什么要离开？因为我不想伤害你。你不会伤害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个好人。好人也会伤害人。那我不怕。为什么？因为值得。值得什么？值得为了爱情冒险。陈浩，你真的很特别。特别在哪里？你不怕我。为什么要怕你？因为我很强势。强势的女人有什么可怕的？有些男人觉得很可怕，那是他们没有安全感。你有安全感吗？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自己要什么。你要什么？我要你。要我？对，我要你做我的女朋友，将来做我的妻子。妻子？对，如果可能的话。可能吗？我觉得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很合适。合适吗？对，很合适。那我们试试。好的。陈浩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谢你给我勇气。勇气？对，相信爱情的勇气。你以前不相信吗？不相信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受过伤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想试试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一样。不一样在哪里？你会保护我。我会的。我相信。那就够了。够了。从那天起，我们开始了交往。这一次，我遇到了真正的爱情，那种不管发生什么，都会保护我的爱情，那种把我当作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的爱情。王建国，谢谢你。谢谢你让我明白了什么叫真正的爱情，也谢谢你让我遇到了陈浩，一个真正值得爱的男人。1年后，我和陈浩订婚了。订婚那天，我收到了一封信，寄信人是王建国。苏婉，听说你要订婚了，恭喜你。我想告诉你，我从来没有后悔过爱你，也从来没有后悔过娶你。我只后悔一件事，就是没有保护好你。希望你的新男朋友能够保护好你，给你我给不了的幸福。祝你幸福。王建国。看完信，我没有什么感觉，也许这就是释然吧。小婉，你在看什么？陈浩走过来。一封信。谁写的？我前夫。他写什么了？祝我们幸福。还算有良心。是啊，你还想着他吗？不想。那就好。陈浩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会像他一样吗？像他一样什么？在关键时刻选择别人。不会。为什么这么肯定？因为我爱你。他也说爱我。那不是真爱。什么是真爱？真爱就是，即使全世界都反对，我也会选择你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如果你妈妈不喜欢我呢？那是她的问题。你不会让我忍让吗？为什么要让你忍让？因为他是长辈。长辈就可以欺负我的女人吗？你真的会保护我？当然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的女人，保护你是我的责任。责任？对，也是我的荣幸。荣幸？对，能够保护你，是我的荣幸。陈浩，你真的很不一样。不一样在哪里？你让我感到安全。安全感很重要吗？很重要。那我会一直给你安全感。一直？对，一辈子。一辈子很长。
部长，和你在一起，一辈子都不够。陈浩，我爱你，我也爱你，那我们结婚吧。好的。什么时候？越快越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等不及了。等不及什么？等不及正式拥有你。你已经拥有我了。那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结婚了，你就是我的妻子了。妻子和女朋友有什么区别？责任不一样。什么责任？保护你，照顾你，爱你一辈子的责任。这些你现在也在做。那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现在是自愿的，结婚后是义务。义务？对，法律义务。法律义务很重要吗？很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保护你了。理直气壮？对，谁都不能说什么。陈浩，你真的很可爱。可爱？对，很可爱。那你喜欢可爱的男人吗？喜欢。那就好。陈浩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。开心？对，发自内心的开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终于找到了真正的爱情。什么是真正的爱情？就是现在这样。现在这样。对，相互理解，相互支持，相互保护，那就是爱情。是的。那我们的爱情会一直这样吗？会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们都是对的人。对的人？对，我们遇到了对的人。什么是对的人？就是能够让你做真正的自己的人。真正的自己？对，不用伪装，不用委屈，不用改变。那你喜欢真正的我吗？喜欢。即使我很强势，即使你很强势，即使我很独立，即使你很独立，即使我不会做家务，即使你不会做家务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都是你。我爱的是完整的你，完整的我。对，包括优点和缺点。缺点也爱。对，缺点也爱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你的一部分。陈浩，你真的是个好男人。好男人？对，真正的好男人。那你会嫁给我吗？会的。什么时候？明天。明天？对，明天。这么急？对，我等不及了。等不及什么？等不及成为你的妻子。那就明天。好的。苏婉，我爱你，我也爱你。那我们结婚吧。好的。第二天，我们真的结婚了，就在民政局，简简单单的仪式。但是我很开心，因为我找到了真正的爱情，那种不管发生什么，都会保护我的爱情，那种把我当作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的爱情。王建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明白了什么叫真正的爱情，也谢谢你让我遇到了陈浩，一个真正值得爱的男人。现在，我终于可以说，我很幸福，因为我找到了对的人，过着对的生活，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。简单，真实，不用伪装。李秀花，王建国，王小军，谢谢你们给我上了一课，让我明白了什么叫珍惜，什么叫底线，什么叫自尊，也让我明白了，有些人不值得原谅，有些事不值得回头。现在的我很好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，因为我终于为自己活了，为自己的幸福而活。这就是我的故事，一个关于成长，关于爱情，关于自我救赎的故事。希望每个女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，不是别人给的，是自己争取的，不是委曲求全的，是理直气壮的，不是将就的，是值得的。这就是我想说的。苏婉的故事到此结束，但是苏婉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
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、3份。下一期一页故事，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页惊喜，可能是关于梦想，关于陪伴，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。记得准时来赴约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